在被印度非法侵占的藏南地区，印度现在建成了一条全球最高的上车隧道。印度方面更是声称可随时为驻守此地的印军进行补给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密财户，我是虎妞。越南、菲律宾在南沙群岛非法侵占的我国岛礁上搞事情的时候，印度在藏南地区也开始了搞事情。别看越南、菲律宾在南沙群岛上占领了我国几十处岛礁，但是这些岛礁加一起和印度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我国和印度在藏南的争议地区总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，虽然这部分领土的主权归我国，但是现在全部被印度所控制，并且印度在此地建立了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，并送入大量移民，还派驻了大量的军队驻扎在此处，防止我军重新将此地夺回。对于这一片区域，我国也很无奈，因为当年印度出兵趁机占领的时候，我国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守下来。解放军曾夺回过这里，后又因后勤保障能力不足被迫撤出。虽然我国当初的军事实力也不见得就弱了，但并不足以对印度形成碾压。如果说我国要坚守这片地区的话，那么就需要派驻大量士兵，而这些士兵的粮食和弹药供给都需要从内地进藏运输。但是当年我国只有一个长春一汽，全年生产的车辆也不过就900辆，即便将这些汽车全部用来运输进藏的物资都不够，更别提当时我国的汽车技术还不够先进，西藏地区的环境太恶劣，运输一趟的话起码要报废1半的汽车。像当年我军和印军在上察隅方向进行了交战，我军后勤发动当地老百姓花了3个月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才将只够1个月粮食和弹药送到前线。如此一来，我国还是坚持要守的话，无疑会极大程度上消耗我国国力。为了大权考虑，才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这一地区，选择恢复经济继续发展。如今发展过来的我国已经修建起了多条进藏线路，甚至在西藏的米林机场都能够起降运20、1276等大型运输机了。如果发生冲突的话，解放军只需10几分钟的时间，就能把兵力快速投送到战场，交通、运输、后勤方面的问题已经被全部解决。所以现在我国需要的只是一个契机，契机到了，马上就能收回该地区。印度方面对此自然也很着急，虽然当年仗着地理位置优势，非法侵占了藏南地区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，但是印度在这些年的发展速度相比较我国并不快，特别是在基建上的发展，印度可以说是在原地踏步。印度本土的基建都十分拉垮，更别提在藏南地区这种环境恶劣的地区了。所以即便是有着大量的印度驻军存在，他们的士兵补给也是一个问题。每年都能看到大量的汽车通过一条小路艰难地往前输送粮食，甚至经常会出现补给不及时、士兵饿肚子的情况。为了改变这种情况，也为了加强在藏南地区的防守，印度现在就需要对此地进行基建，让印军的粮草和弹药能够及时地送到士兵手上。所以在达旺通往色拉山口方向，印度打通了一条隧道。如今这条隧道即将竣工，按照印度方面的说法，这条隧道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双车道隧道，将会加强印度军队的准备。既然是挖隧道，那就少不了盾构机这种大国重器。虽然这玩意儿大家看着体型笨重，但是技术含量很高，能掌握这种设备制造技术的也只有中美德日等几个国家。印度并没有制造盾构机的技术，而印度为了能够基建，也开始采购盾构机。在几年前曾向我国购买了8台，有了这8台盾构机的印度，在进行基建的时候速度就得到了翻倍提升。因此对于这次印度在藏南地区的隧道打通，不少人就认为是印度使用我国的盾构机打通的，认为我国不应该给印度出口这种东西。但实际上这次的隧道打通和我国的盾构机可能还真没太大的关系。虽然使用盾构机挖隧道的效率得到了翻倍提升，
但盾构机也不是万能的。针对硬度较高的山体，盾构机就不行了。盾构机只适合那种软土，而藏南地区的地质环境又属于硬岩。另外，盾构机要根据买家的需求来进行针对性的设计和制造才行，特别是对使用环境的报告，这些都要上报给卖家，卖家才能够把设备出口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盾构机要用到哪儿，我国是早就知道的。因此，我国是不可能让印度购买我国的盾构机去挖藏南地区的隧道的。所以说，印度这次的打通隧道采取的应该是爆破法，这种技术难度不高，但却简单粗暴，是对付藏南地区这种硬岩地质的最好方法了。之前印度在打通斯拉隧道的时候，采用的就是这种爆破法。对于这条隧道的建成，实际上我国也不用太过于担心。虽然该隧道能够对印军进行补给，但我军的补给能力显然比印军更强，并且还有多种不同方式进行补给。解放军也有远程导弹能够摧毁印度的这条隧道，在战时必定能有办法将其根除。